上一次爸妈车祸去世后，双胞胎弟弟被金圈首富领养，而我被一对土豪夫妻领养。可首富千金是个病娇，弟弟沦为他的玩物，被折磨得面目全非，而我却在土豪夫妻的精心培养下成为当红小生。弟弟因妒生恨，直接开车将我撞死。再睁眼重生，回到我和弟弟被领养当天，这次弟弟抢先跪在土豪夫妻跟前，喊他们爸爸妈妈。叔叔阿姨，我要做你们的儿子，我会很乖很听话的。土豪夫妻有些犹豫，两人小声商量起来。两个都10岁，长得也差不多，该选哪一个呢？听到他们的话，弟弟赶忙推销自己。叔叔阿姨，选我吧，我会努力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的。看到他急切的样子，我明白他也重生了。他不知道首富千金再怎么残暴，也不过是个15岁的病娇人，但土豪夫妻可是从底层爬上来的人精，花活多着呢，哪是他这种猪脑子能对付的？见土豪夫妻打量我，我心中咯噔一下，连忙掏出已故爸妈的照片开始哭。爸爸妈妈，我好想你们，谁也取代不了你们在我心里的位置。土豪夫妇闻言，脸色一变，你的小声道：“看来这个养不熟，就要他吧。”弟弟满脸欢笑，扑通一声跪了下去。爸爸妈妈，我一定会乖乖听你们的话的。这时院长带着金海首富姗姗来迟，看到我抱着已故爸妈的照片哭泣时，首富脸上露出欣慰的表情。这个小朋友一看就是重感情的。院长，我决定了，就领养他了。弟弟不怀好意，低声笑道：“哥真羡慕你有了首富老爸，还有这么漂亮的姐姐。”接着他又对首富身旁的杨咩咩说：“姐姐，以后我哥和你就是一家人了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啊。”他故意加重了照顾这2个字，然后用看死人的眼神看了我最后一眼，拉着土豪夫妻的手，头也不回的离开。我看着他们的背影，松了口气。弟弟，恭喜你代替我进入地狱。车里，杨咩咩察觉到我盯着他，冷冷道：“看够了吗？”他的表情实在不像一个15岁的少女，阴沉恐怖。我心头一跳，既然如此，就一步步攻略吧。姐姐，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你这样好看的女生，你真的要做我姐姐了吗？杨咩咩扭头看向我，冰冷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戏谑。你真的想当我弟弟？对啊，我好开心，有姐姐疼我了。我假装开心，垂下头搓着破烂的衣角。可是姐姐应该也不喜欢我吧？在孤儿院时候，他们都不喜欢我，讨厌我。杨咩咩一愣，僵硬开口：“我没有讨厌你。”我停止啜泣，一把抱住了她的腰。太好了，姐姐不讨厌我，姐姐喜欢我。杨咩咩的身体骤然一脚猛然将我推开，目光重新变得阴鸷。滚！以后没我的允许，不准碰我。果然是个病娇，喜怒无常。首富在前座笑了，要杨咩咩和我好好相处。到了别墅，首富让管家将我的房间安排到了杨咩咩隔壁。从此我开始了对病娇姐姐杨咩咩的攻略。第一天上学的时候，我抱着她的胳膊不撒手。姐姐，我不想跟你分开，我害怕。杨咩咩看我哭得鼻涕眼泪直流，终究没忍心甩开我的胳膊。接下来我成了她的铁粉，成天将我姐姐3个字挂在嘴边，满脸自豪。生病的时候闹着不吃药，除非杨咩咩哄我，不会做的题缠着她教我，我学会了就要她奖励抱抱。我到哪都像她身上的挂件，牢牢粘着她。就这样过了3年，杨咩咩果然越来越习惯我的依赖，不再反感我的肢体接触，就连管家也乐呵呵道：“我还是第一次见小姐这样关心别人，少爷你真有福气。”听到这句话，我知道稳了。当晚我就趁着打雷闪电爬到了杨咩咩床上。杨咩咩洗完澡出来，看到床上的我，脸色顿时阴沉下来。姐姐，我害怕，我刚才做了个噩梦，我想跟你一起睡，好不好？趁他没发火，我抢先一步哭了出来。杨咩咩脸上浮现出复杂的表情，怒气、杀气，还带着深深的无力感。我暗道坏了，是不是太得寸进尺了？于是哭着从他的床上下来道歉。对不起，姐姐，小时候打雷都是妈妈搂着我睡的，我只是想妈妈了。杨咩咩眼里划过一丝不忍，嘴里低声骂了句，然后在我抱着枕头即将出去时，一把将我扯了回来。你睡旁边安分点，听到没？我心中震惊，这就成了。姐姐，我要努力变强，保护你。我发自内心说道。杨咩咩的手顿了顿，轻笑道：“那就快些长大。”时光飞逝，再次见到王金凤时，是在我的成人礼上。她跟在土豪夫妇身后，身穿一袭高定西装，面容帅气，俨然有了新出道小生的精致感。但她神情萎靡，眼神无光，一看就被搓磨得不轻。看到我打扮普通亮相时，她努力挺直了腰杆，高扬着下巴朝我走来。看来你这几年过得也不怎么样嘛。杨咩咩那个变态，连好一点的西装也不让你穿。我还没开口，身后传来杨咩咩冰冷的声音：“你说谁是变态？”王金凤看到他的瞬间，本就不好的脸色更加苍白如纸。上一世，他被杨咩咩那个变态人形对他有很大的阴影。对不起，我胡说八道的。杨咩咩没有再看他，而是转身将一条围巾挂在我脖子上。弟弟，这是姐姐亲手做的礼物，祝你成年快乐。过阵子你就要去国外读大学了，如果想姐姐的话，就打电话给我，姐姐也可以随时飞过去看你。说着，他紧紧抱住了我，声音有些哽咽。如果你在那边住得不舒服，姐姐就在学校外给你买套房子，找个国内的厨师去给你做饭。别担心姐姐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，你忘了要低调。杨咩咩被我逗笑，擦了擦眼泪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他转身去招呼客人后，王金凤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来。为什么他会对你这么好？
她是我姐姐，对我好不是很正常吗？难道你那土豪爹妈对你不好？我这句反问似乎勾起了他痛苦的回忆。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突然，土豪夫妻的声音从他背后响起。金凤，今天刘导也来了，快跟我们去见见他。王金凤吓得脸色大变，两人拉扯着王金凤往后走，她浑身颤抖，看向我的眼神多了一丝求救的意味。我叹了口气，拦住了他们。叔叔阿姨，我好多年没跟弟弟见面了，想跟他多聊一会儿，可以吗？土豪夫妻碍于我是首富的儿子，所以也不敢得罪我。行，没问题。土豪笑着答应，他老婆却快速在王金凤身上狠狠拧了一下，动作快些，耽误了事，有你好看的。王金凤被掐得脸色痛苦，却只能乖巧点头。怎么，你爸妈对你不好吗？他被我的表情激怒，冲上来就想扯我的衣服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你一定是在骗我。你不敢穿贵的衣服，是不是因为身上有伤，怕弄脏？我看着他癫狂的模样，心中了然。看来这一世他也遭遇了我前世遭遇的事情。不过算算时间，这一世他应该刚进娱乐圈，大概只是被土豪夫妇虐待，还没被他们真正送入地狱。王金凤掀起我的衣服，看到我光洁的手腕时，瞬间崩溃大哭。为什么杨咩咩没有虐待你？你不是应该被打得浑身是伤才对吗？这些年传言杨家对你这个养子并不好，你怎么可能过得比我好？看着崩溃的王金凤，我勾起了嘴角。怎么，弟弟，你好像不希望我过得好？难道你这一世还过得不好吗？王金凤瞬间止住了哭声，满脸震惊和慌乱。难道你竟然也重生了？怎么，弟弟，你好像不希望我过得好？难道你这一世还过得不好吗？王金凤瞬间止住了哭声，满脸震惊和慌乱。难道你竟然也重生了？我不置可否，笑容更加戏谑。两世都是你主动先选的，难道你既然废物到选哪一边都是坑吗？一句废物，他被我刺激的双目星火。你才是废物，看着吧，我会比你爬得更高、更成功的。那你加油啊！娱乐圈这种乌烟瘴气、没有道德底线的地方，倒真的挺适合他的。土豪夫妻再次过来催促王金凤重新扬起了下巴。王潇洒，你等着吧，我就要当大明星了，到时候我让粉丝网暴你，我要揭露你这个黑心哥哥的罪行。我的罪行，我能有什么罪行呢？两世我都让他先选，爸妈去世后，我什么都让着他。可在他眼里，这些都不够，他只想牢牢压制我，爬到我头上。他根本就没把我当亲哥哥看。我知道今天是你成人礼，所以杨咩咩配合你演戏吧。我等着你被他毁容、弄断双腿的那天。王金凤在我耳边留下最后一句，大笑离去。他没说错，杨咩咩确实在演戏。我抬头看向远处，杨咩咩捏着酒杯，虽说在招待客人，目光却自始至终没离开过下一秒。他笑着向我走来，将我一把拉进昏暗的包房里。弟弟，你们刚才的话我都听到了，你不乖哦，姐姐要惩罚你。我身体僵硬的待在原地，看到我不安的神情，杨咩咩放开了我，眼神却变得有些哀伤。这些年，你不仅叫我陪你演戏，也在对我演戏，对吗？我心头一凛，想起他刚才说的话。他说听到了我和王金凤的对话，难道我在围巾里放了窃听器？杨咩咩解释，眼圈有些泛红。自从你15岁那年差点被绑架，我就很担心你的安全。15岁那年，我们遇到了一群绑架犯，他们见杨咩咩对我特别保护，决定绑我这个儿子，好像首富要大驾。好在保镖及时赶到，解救了我。那次我趁机说服了杨咩咩，让他陪我演戏，对外和我冷淡一些，甚至可以对我坏一点。首富爹也为了保护我，说他的家产不准备给我这个养。从那以后，外界对我的注意力彻底离开，也骗过了弟弟王金凤，所以他刚才笃定杨咩咩对我好，不过是在外人面前演戏。姐姐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刚才我们的话你也听到，你会不会恨我骗你？杨咩咩眼里闪起异样的光，重新将我压回墙上。姐姐怎么会恨弟弟呢？不过你瞒着我这么多事，该罚。杨咩咩将我四肢绑在床，用手轻挠我的胳肢窝。说吧，你们说的两世是什么意思？我连连求饶，将上一世的事全部说给他听。听到自己上一世竟然把王金凤折磨得不成人样，杨咩咩冷哼一声，那小子我怎么看都不顺眼。虽然你们长得很像，但他着实让人讨厌，不像你这么招人喜欢。弟弟，谢谢你这次选择我当你的姐姐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。谢谢姐姐，如果不是你保护我，我可能也没办法健全长大。不，因为你的出现，才让姐姐觉得人生有了意义，可以为爱的人做一些事，陪着他长大，保护他一辈子。一辈子或许也不错。见我不说话，只是流眼泪，杨咩咩很是心疼。潇洒，我一定会想办法给你报仇，带你走出阴影。姐姐，谢谢你。但关于报仇，我还是想亲手来会比较痛。在大学的4年里，我凭借上一世在娱乐圈摸爬滚打的经验，写出了一个很好的电影剧本。杨咩咩将它带回国，在杨家影视公司的运作下拍成电影，上映1个月票房就破了10亿。回国的当天，我在机场碰到了弟弟王金凤。4年时间，他已然成了圈内当红小生，大批接机的粉丝将机场堵得水泄不通。王金凤看到我穿着普通，拉着箱，挑衅地向我走来，我心头涌起强烈抵触的感觉，痛苦的记忆袭入脑海。王金凤似乎察觉到我的身体在发抖，拉着我低声道：“哥，看来上一世你也没少被他们玩弄吧？你抖什么？很冷吗？”我强自镇定，扯出一丝笑，反驳他：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放手。”他拽着我的手腕，突然大声地说：“各位，我哥说很替我开心，还夸我取得今天的成就离不开各位的支持。
他想敬大家一杯。我的心猛然下沉，这时一双手搭到了我的肩上。小伙子不错，要是哄得今天在场的各位开心，我也替你安排一个角色。说话的正是刘导，他油腻猥琐的脸无限放大。我想说话，却哇一声吐了出来。哥，你身体不舒服吗？怎么不早说？王金凤假意关心，然后命人倒了杯热水给我，一口水下肚，眼前的景象越来越模糊。我这才惊觉水里加了料。没想到这种高档年会上，王金凤竟然会如此大胆，着我的手臂出席宴会厅内。土豪夫妻打扮得像开屏孔雀，浑身珠光宝气，接受众人的吹捧。王金凤像一只听话小狗，乖巧站在两人身旁。刘导拉着他的手指夸他懂事。王金凤眼里划过一抹厌恶，却在看到我出现时变成了得意。趁着杨咩咩不在的时候，王金凤瞅准时机大步过来，拉起我朝那些人走去。这是我的双胞胎哥哥，过去几年一直在国外留学，刚回来还没找到工作，各位有合适的可以推荐给他。所有目光都聚焦在了我身上，其中有不少是上一世折磨过我的富婆和大哥，他们的目光如同前世一哥，看看我现在多受欢迎，多成功啊！我听到周围粉丝的议论声，这就是凤凤那个被首富领养的哥哥，确实长得挺像的，但不如我们凤父帅气有才。对，还是凤凤养眼，凤凤我爱你。听着粉丝捧一踩一的夸赞，王金凤很是得意。王潇洒，等着，我马上就要成为影帝了，到时候你这个废物就会被我踩在脚下。我没有理他，独自拉着箱子出了机场。上车后，我才发现杨咩咩的脸色阴沉至极。原来他听到了刚才王金凤对我说的话，竟敢威胁你！我要他后悔今天对你说的话。我握了握他冰凉的手。今天不提他，我想吃市中心那家麻辣火锅，陪我去好不好？杨咩咩眼里闪过宠溺，脸色也由阴转晴。好，你想吃什么？姐姐都陪你去。不久后，我最新的一部作品被捧红王金凤的那个大导演刘导看上了。在我和杨咩咩的引导下，王金凤拿下了刘导大电影的主角。为了显摆，他放出消息说要邀请我这个哥哥一起为他庆功。碍于铺天盖地的舆论，我不得不出席。杨咩咩冷哼一声，决定陪我一同去。刘导是我爸爸的老朋友了，我去也合适。只有我在，他们才不敢欺负你。我同意了。他开心地挽着我的手臂出席宴会厅内。土豪夫妻打扮得像开屏孔雀，浑身珠光宝气，接受众人的吹捧，身体不受控制，像一滩软泥，被人扶到了3楼的客房。王金凤在我耳边低声道：“哥，这一世我代替你承受了那么多，你也该还点利息给我了。”说完，他退后一步，坏笑着打开门，将几个人放了进去。为首的正是刘导，他兴奋地朝我走来。金凤，你还挺懂事的，你哥这模样真是不错啊！谢谢刘导夸奖，我去外面守着。请刘导尽情享用吧。王金凤惨笑着打开门，准备出去。下一秒，他就被人从门外踹。我努力睁大模糊的双眼，依稀看到来人正是我的病娇姐姐。她带着一对保镖，怒火中烧，走到王金凤面前，啪啪扇了她2耳光。解药拿来。王金凤被他打懵了，不敢还嘴。直到现在，他最惧怕的人还是杨咩咩，所以几乎没有犹豫，他哆嗦着从口袋里掏出解药，递给了他。杨咩咩将我的头抱进怀里，捏开我的嘴，缓缓灌下。清凉的药液让我浑身的燥热瞬间消失，我只觉得很累。乖，你先好好休息，这里有姐姐，别怕。杨咩咩小心翼翼将我放回床上，命2个保镖守着我。他将那些人全部轰了出去，我也终于放心睡了过去。再次醒来已经是第2天早上，杨咩咩守在我床头，第一时间将手机塞给了我。弟弟，姐姐昨天晚上已经替你报过仇了。手机里传出王金凤挣扎求饶的声音：“刘导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，阿腾，求你别再打我了，爸爸妈妈，救救我啊！”他想求饶，却没想到土豪夫妻隔着门骂他：“死小子，得罪这么多大佬，你好好赎罪吧。”就这样，王金凤被折磨了整整1夜，天还没亮时被救护车抬走。他在床上养了整整1个月的病。恢复那天也是他要签约拍板的当天，见我也跟着杨咩咩出席，王金凤恢复了高高在上的得意。王潇洒，你这个窝囊废，也只能一辈子当个跟在姐姐身后的小白脸。等我拍完这部电影，被封为影帝，再找你算账，你就等着哭吧。我像看傻子一样看着。等会他知道自己要被我这个编剧换掉时，会不会哭出声？签约仪式很快开始，杨咩咩按着合同似笑非笑对刘导说：“我的编剧今天也来了。”刘导连忙起身惊喜道：“是吗？大才子终于舍得露面了，快替我引荐一下。”这几年他拍的2部大爆的电影，剧本都是出自杨咩咩的公司。今天要签约的这个，他更有预感会破历史票房纪录。可当他看到我被姐姐拉着起身时，当场石化。王金凤也愣住，该不会是花钱买通编剧，让这个草包顶美名吧？我悠然走到舞台中间，拿起话筒开始讲述我写这本剧本时的创作思路。会议厅鸦雀无声，刘导很是激动：“天才，真是个天才！”我指着王金凤淡然道：“我的剧本不能让他演。”刘导立即点头：“没问题，您说什么就是什么。”王金凤难以置信白了脸：“刘导，您答应过我的。”“我答应你个屁，滚！”土豪夫妻听到王金凤当不成影帝，瞬间怒揪着王金凤的耳朵破口大骂：“早知道当初就不选你这个废物了，空有一张脸，让你讨好个人还不情不愿。现在好了，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”王金凤疼得大叫，杨咩咩皱了皱眉：“太吵了，无关人等都出去。”王金凤和土豪夫妻被保安立刻请了出去。刘导还想说什么，被姐姐抬手制止：“我弟弟不太喜欢你这个导演，所以我们不打算签你了。”刘导瞬间脸色大变，想问我为什么，我却看也不看他一眼。那之前为什么又给我2个剧本？他仍不死心，外面已然响起了警笛声。杨咩咩替我回答了他的问题：“因为弟弟说放长线才能钓大鱼啊。”
最终，刘导被以强制猥亵罪和故意伤害罪逮捕。王金凤身为受害者也被带去问话。杨咩咩将他给我下药以及他被轮番欺辱的视频全部交给了警方。起初，王金凤死也不肯承认，说视频是 AI 换脸的。直到土豪夫妻赶到威胁他别乱说话时，王金凤终于崩溃了。我交代，我全部交代。要是我下的，他们欺负我的事儿也都是真的。我爸妈才是幕后黑手。他们胁迫刚满18岁的我。王金凤声泪俱下，开始控诉土豪夫妻对她从小到大的欺辱，还有那些圈内大佬哪些都欺负过她。虽然这件事被努力压下，但还是在杨咩咩的操纵下流出了一段录音。听到自己崇拜的当红小生是个被操控的木偶，是资本的玩物，粉丝全部炸裂，想替他讨说法。结果杨咩咩又迅速放出第2段录音，里面是他亲口承认下药陷害我，以及想拉我下水的供词。这下那些先前心疼他想替他发声的粉丝全部回踩，骂他心术不正，活该。王金凤的星梦彻底毁了，土豪夫妻也被人人喊打。刘导被扒出过往利用职务多次欺辱明星艺人，被圈内封杀。他一夜之间破了产跳楼自杀了。那些跟着他一起欺负过明星的大佬富婆也都纷纷被扒了出来。他们起初嘴硬，后面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相关证据突然就被人寄到警局。这些人一个也没逃过法律的制裁。而王金凤因为是受害者，只是给我下药，没造成实际伤害，被拘留了1个月就放了出来。他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土豪爸妈将2人砍死。被逮捕的时候，他还在不断挥着刀在砍，嘴里骂都怪你们，为什么要逼我？为什么要利用我？去死吧！警察要逮捕他的时候，他突然挥刀反抗，结果被开枪当场击毙。王金凤死后没人收尸，草草被火化。杨咩咩问我要不要去扬了他的骨灰，我摇了摇头。这一世还有下一世，我永远都不想再看到他了。他点点头，有些忐忑问我，那我呢？我扬起微笑，然后抱住他，就像当初跟他回家时那样。你是我永远的好姐姐。他似乎很受用，叹了口气。当初就因为你这句姐姐，我才决定一辈子都保护好你。不，下辈子、下下辈子都要。我心中一片温暖。姐姐，你真好。知道就好。姐姐，你愿意一辈子陪在我身边，保护我吗？傻弟弟，我当然愿意。